台湾穿搭最大的问题，身边的人不支持你啊。就是大家很开玩笑，你干嘛穿西装喝喜酒？这种会无形让今天想要改变的人有点压力啊。没有错，我只要买一个新的西装，这比较休闲一点，穿出去，然后就马上会遇到这个问题，你干嘛穿这样？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不能穿这样？其实不止穿搭，让自己外表变美这件事，都会受到很多评论。这很奇怪。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，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。只要够快乐，我觉得你就很成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，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。今天的来宾呢是被誉为台湾选品店领头羊的 Play Me 的共同创办人阿口。那阿口到底藏在哪里呢？首先，阿口创办的品牌 Play Me 大概是台湾有在关心穿搭的人一定都会知道的品牌，他们的年营业额曾经破亿。但同时，公司的现金流也曾经只剩下80万，阿口自己的存款还只剩下4万。但他们在面临一次次的谷底之后，还是走到了现在。那阿口自己呢也非常传奇哦，他的合伙人形容他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，创业16年来到现在，他还是会坚持的固定拍每日穿搭给大家看。那今天我们主要呢就是想要跟台湾的潮流领头羊的 Play Me 老板呢阿口一起来聊聊台湾为什么好像没有自己的穿搭风格，台南真的没有在穿搭吗？以及为什么服饰业在台湾这么的难发展呢？那麻烦阿口先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Play Me 的阿口。那今天除了我们以外呢，还会有镜头外的这企划洋洋也会一起来聊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洋洋。好，不过在开始之前呢，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。这是我的第一杯。话说，你知道吗？人一天要喝8杯水的说法很可能是一场误会。根据 BBC 的报道，这个说法应该是来自于1974年一本叫做《健康好营养》书，里面建议说成年人平均每天要饮用6到8杯的液体，但这其实呢还包含了食物的摄取、饮料甚至是啤酒。不过根据最近的研究，一天8杯水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太多了，喝太多其实对于身体并没有好处。不过喝水量虽然因人而异但是喝水品质对每个人都一样重要。像 Brita 这个2024年全新升级的 Maxtra Pro 滤芯呢，4重过滤给你4倍的极净升级，自来水也可以直接生饮，而且滤水量呢也激升50%，每公升呢花费不到3元哦，安心又划算。目前还可以搭配全新的玻璃滤水壶、象牙木高价 Flow 滤水箱、Model One 瞬热开饮机，满足你不同的需求。赶快点击下面的入手优惠组合，安心喝好水吧。介绍的时候呢，说到这个 Play Me 是选品店，那可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什么是选品店吗？选品店就是一个通路内我们要呈现的 lifestyle， 然后把这些单品都结合在一起。我们是以服装为出发，所以就是这个通路内各种我们想传达以服装为 base 的商品出来，包含延伸到香氛、香水或配件这样。所以你们等于是要看很多，比如说国外的品牌，然后选你们觉得符合你们品牌风格的衣服进来，这样子。对。当初为什么会以这个形式来创业啊？然后在我小时候就受日本文化熏陶嘛 ，Beams、United Arrows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在日本逛街。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很喜欢这个，然后觉得台湾也很想有这样的梦想，那时候我们就做这个东西。那现在大部分有在关心这个穿搭的人，特别是男生，我觉得应该都一定会知道 Play Me。那可以介绍一下是你们怎么建立起这个品牌形象的吗？说穿搭一定会有很多站品牌，也不是说站品牌，就研究品牌、研究风格，都会钻很深啊。那我觉得这对入门的人压力很大。其实我们今天在知道一个知识的时候，一定是从完全不懂慢慢摸嘛。但那时候的讨论环境，那时候 PDD 为主，对入门来讲很不友善。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们做个搭配版，就专讲搭配就好， mix and match， 我记得就讲搭配就好。然后我们不要讲那么多文化，先感染大众，那大家很多喜欢这个穿搭文化潮也好嘛，所以就从这边这样开始。懂。那洋洋，你对 Play Me 有什么印象吗？但我其实蛮早就知道 Play Me，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觉得穿搭很困难的人，所以我很想要看大家对于穿搭有什么方法论。其实以前我在看的文章就是家庭兄弟的文章，家庭兄弟就会延伸再出去一些 KOL 嘛，然后就发现大家都会跟 Play Me 有合作。再来就是 Play Me 那个小包超级流行，就大家都一定会买一个。所以其实我对 Play Me 的印象就是从很多 KOL 跟 Play Me 的合作开始。然后可是我曾经有想要去逛 Play Me 的店，但首先是因为它确实比较以男性穿搭为主，然后再来就是我要走进去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说有点害怕，就觉得里面的人好像穿衣服看起来都很厉害。我懂这个感觉，所以想要踏进去的时候都觉得说我这样踏进去有对吗？我看起来会不会很蠢？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还是跟我有
一点点距离存在。因为我平时穿的时候也都穿得很随便，然后我每次就是有的时候经过东区要进去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我可以吗？那志祺什么时候认识 Play Me 的？我认识 Play Me 是我在大4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是刚变瘦，然后之后就开始对穿搭这件事情有点兴趣。然后一开始应该就是随便的关键字然后就找到了 Mix and Match， 就是 PTT 的嘛，在上面就有很多是阿狗跟 Tim 他们在分享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乌鸦吧，就是反正有几个，但是乌鸦对我来说就是他穿的然后非常的前卫，我是没有什么办法，所以那时候我感觉像应该是日系也比较熟悉的文化，然后 Play Me 那时候选我就这好像是我稍微可以比较认真做的时候的那个第一步，就是他好像踏了一阶，然后我开始了解，然后那时候刚好因为台南有一家店，所以我就有很多时间是在台南的那边去买，然后就慢慢的全身上下应该都变成 Play Me 了。那阿口怎么看待我们对于 Play Me 的印象？其实街边店的确我们都害羞嘛，就逛街，店员要怎么拿捏这个距离也是很难啊，这我们就继续努力啊。所以现在像 Uniqlo 这种大卖场，我觉得某方面对台湾的穿搭就可以很大的帮助，因为你自己逛轻松嘛，你这样逛穿久了腻了，你想要再一点不一样，大家的行为都是去收，我们要做好被收到的这个责任嘛。那通常你被收到，你就会比较敢来。那我们这种比较需要服务的店，大部分一定会跟客人熟了，所以我们的责任一定是想办法更了解他的需求，这样他有需要什么，我们可以马上帮助他。这样一开始不熟的话，也没关系，就慢慢来这样。那我想要帮网友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在网络上面有很多女生都会说台湾男生不懂穿搭，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？我觉得现在好很多了在我那个年代，你想象20年前那个年代，我觉得能解读就是我们人口数比较少，比例稍微低一点，所以乘出来的那个人数比较少。大家最喜欢拿日本比，但是全世界也只有一个日本。我觉得是大家太容易把美感这件事跟日本比，不太公平，而且还不是跟日本的其他城市只跟东京。因为我们只去东京玩嘛。如果你今天去日本的其他比较乡下的城市，其实也还好对，而且有穿搭这个词。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是我今天要穿什么，就穿搭这个词本身是慢慢跑出来的。是新的。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近几年开始变得好像普遍每个人都在讲，但是以前的 mix match 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还想说mix match 什么意思，然后这边研究，然后听大家的讲法这样子。但就我自己的感觉啊，我观察现在的高中大学生，我觉得他们好像真的穿搭变厉害了。可是如果是以我这个年纪，比如说现在就大概30岁左右的这一群人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会觉得穿搭是一件有点困难的事情。就像九九姐之前就有拍过一部片，在说就是他照着那个模特穿起来之后，还是怪怪的。那片我看过。我们这个年代男性的这个无助感，你觉得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觉得是不习惯，有时候他是看自己穿起来不习惯，而不太满意，其实是好看的。但我觉得主要是没有人跟他讲你真的好看的。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有时候会想要想办法让自己有一点不一样，可是出去之后朋友会说你干嘛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这就是现在台湾穿搭最大的问题。就是说身边的人不支持你就是大家很开玩笑，你今天干嘛穿西装喝喜酒？这种会无形让今天想要改变的人有点压力啊。没有错，我只要买一个新的西装，这比较休闲一点，要穿出去，然后就马上会遇到这个问题，你干嘛穿这样？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不能穿这样？其实不止穿搭，让自己外表变美这件事，都会受到很多评论。这很奇怪。这边人在偷笑，对，过来人完全就是这样。就比如说，或者我今天夏天穿个2层好了，他们就说你不会热吗？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对，因为只穿1层真的很难搭对，就很难，除非你就是身材要很好。那这件事情你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是怎么形成的？你说怎么形成的对啊，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方法就觉得要改变这件事情？我们现在只能透过各种场合讲说要鼓励你身边的人。穿搭这件事情啊，也许啦，我们在日本是个文化，它的产业很强，整个产业链很完整，他们是一门生意。在台湾比较不是。我觉得在台湾穿衣服或外表变美这件事情变成比较像兴趣，就有人喜欢玩车，有人喜欢收公仔，有人喜欢搭配，就这样，没有对错。大部分来问我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没有说一定要改革或是一定要变美才是好事，因为就兴趣不同了。只要能够意识到这可以是一个兴趣，好像就会比较好。对，这就是别人爽怎样嘛，你管他那么多。就比如说我现在知道有一个人在收公仔，因为他就是喜欢公仔，我就觉得说那就 OK。因为大家原本会觉得穿衣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，但你今天穿的不一样，他就会想要问你说你为什么要穿的不一样。可是如果他知道说你常常这样是你的兴趣的话，可能他就会觉得说那就这样。的确我现在就这样觉得，所以我今天想要花多少钱买这件衣服，我今天想多少层次穿搭，那是他自己的兴趣嘛。那我们就用这种心态来看这件事情，其实就变很简单了。
而且有兴趣的话，就是我分享出来也不用那么的害羞。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就遇到了很多的这个批评指教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那我日常生活到底有没有照上？如果是兴趣的话，公仔漫画我都照得很开心。没有错没有错，你只要以分享王宠的心态来分享，你就赢了。OK， 你要说那个网友的批评，我也觉得匪夷所思就自己喜欢看什么样子就那个样子，这个没有对错嘛。那我刚刚讲到就是台湾的场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到一件事情，是在讨论穿搭的时候，可能他们讲到说有一些日系、韩系、美系，大家可能就会知道说这个风格是长这个怎么样，但是我好像没有人在讲说什么台式的穿搭，从你的角度会怎么样解读这件事情，还是其实有，只是我没有发现而已。韩系是什么风格？修身吗？简约或是大衣啊。那日系是什么风格？我觉得日系反而会很多元，比如说元素风，又是元素特别的嘛，感觉起来会有一个比较宽松，然后多层次穿搭。你出国走在路上看到那个人的搭配，很快可以感受到台湾吗？对，但我们好像不觉得好看。我觉得不会啊，台湾有自己的风格啊。我举个印象嘛，比如说中山站女生大概就是那个样子，你大概会有个印象，可能细肩带，如果夏天来讲，台湾人喜欢穿细肩带，或一些比较贴身的衣服。然后男生我们讲街头好了，蛮多会穿很宽大，你像日本跟韩国相对没这么宽大，军工装也可以穿很宽大，所以孤僻这样的风格也蛮清楚的。那大家最喜欢讲台式拖鞋，这也是一种风格，没有错。好不好看，我倒觉得见仁见智啊，它是个兴趣，没有什么好看不好看的，就喜不喜欢。我觉得最容易想到的是我们的长辈妈妈阿姨，他们很喜欢穿紫色的或桃红色的羽绒，很艳的，对。为什么紫色羽绒这么的红？我不知道，也许他们的60岁的 KOL 有人很喜欢穿这样，我不知道。他们的发型也都要就是这样卷卷。我记得我的外婆到快要离世之前，都还要很坚持去弄卷卷的头发。所以某方面这也是台湾的某种风格哦。其实有啦，只是它比较像是各种品牌混搭的感觉。那台湾有喜欢穿的那种尺寸感，刚好蛮分散的，有很薄的跟很宽的。那我很好奇，就是自己在穿搭的过程当中，一定会看到一些讨论版里面，大家就会提到说，台湾很难穿搭，是因为台湾太热了。像这句话，你是认同吗？我是认同。你看在搭配比较强的国家，通常都有冬天。因为才有层次的可能性。对啊，我们最喜欢拿韩国、日本、美国来比，那个都有10度以下的低温嘛，它才可以层次嘛。但只怪天气也不对啦，像泰国也蛮强的，很炎热。但我还是觉得台湾比较像兴趣啦。它是兴趣就比较小众，那又遇到这种天气，讲真的啦，你在夏天你在台湾要多1-2件衣服，很想死，真的。这是我乌鸦做得到，这很厉害。今天3月多，我刚刚在外面走了一圈，是满头大汗的。我就想到一张图，就是那个冠希阿北那个图，然后这个就会有很多人讲，就是像时尚啊或者穿搭这些完成度，就还是在于脸。然后他们就会附这张图，就是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？我还是觉得这回到兴趣了，就是说它不是为了好看而做，这就是有趣的事情，我喜欢。对啊，常常有人讲我今天有内涵，或我有钱，我车子开很好，我就很好了。其实穿搭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外表的一里路嘛，你要不要而已啊，其实可以兼具啊。但我觉得台湾有一个矛盾的状况，就是大家会觉得现在台湾人都穿得不够好看，然后可是有时候又会在你身边的人试图想要做出改变的时候，又觉得说你要改变成这样吗？会不会太过了太多了？感觉是有2股声音在拉扯，好像大家希望台湾人普遍都更会穿搭，可是当有人在试图学穿搭的时候，又很容易备受批评。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，这是目前最大的阻碍在这里。如果你今天有朋友在改变外表，其实给他一点肯定，那你今天不一样，这样就好了。你不用再找别的话要跟他硬聊。我觉得某方面是我们不太会赞美人吧，想但是不会，不知道怎么讲。就最简单，你今天不一样哦，你的头发蛮适合你的，你今天的颜色很适合你，这样就好了。也不用特别说我觉得好看不好看，就是对对对，有不一样，对，有不一样就好了。你要干嘛？不用嘛。但我觉得台湾人本意是好的，他只是想要让你知道我发现你不一样，但是用错形容词。不擅长赞美，我觉得讲得很对耶。对对对，就是任何一个人他做了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感觉都不是从我觉得你做自己很棒的这个角度，就是我们会觉得说，你为什么是不一样？然后这个不一样，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压力，或他是很容易从批评的角度来讲他。但如果就是今天别人做一件事情，他做得很开心，然后有在持续的进步，多鼓励其实是蛮好的事情的。其实很简单，你今天不一样，今天很好看，这样就好了，你不用再多一点什么。台湾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，收到赞美也不知道怎么回应。对，其实很简单，谢谢就好，也不用再说我今天要干嘛，然后或者说不好意思没有啦，然后这样子对方也很难接。对，就是说没有，我今天没有，就不用，谢谢。
其实这个很简短的对话，说谢谢的人也会收到，我今天对了，这样就好了，对吧？就是谢谢，我准备的很用心啊，我真的很花了一点时间，你看这边很可爱吧，巴拉巴拉巴拉，这样就会让这个情境变得很顺畅，然后它变成一个正回馈。对，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整个文化变，就要从朋友开始。这样我就要再帮忙问一个问题：如果说大家都是穿搭小白，然后想要入门的话，就是到底要怎么开始？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探索出怎么样会是适合自己的方向？模仿啊，所有东西都是从模仿开始嘛。你先找到你很喜欢的那个人的样子，不管是 KOL 或是明星或是一个店员，学他会有很大的失败，是我们从小都一样啊，从不会穿到会穿，不会穿那一段很可怕，你应该会不想看。对，那个时候的照片，那就是在摸索。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更好的是，以前的衣服成本很高，但现在有古着 Second Street 这种古着二手衣，然后快时尚，相对单价便宜。你可以先去摸索，这成本很低啊。他要养成一个兴趣，大部分会死在2个地方嘛，一个就是一开始的成本嘛。如果我讲现在有二手店，有古着店，有快时尚，成本降低了，所以入门门槛变低了。第二个就是你在模仿的过程不太像自己，然后又被同侪笑，对，所以如果同侪又是你今天不一样，那感觉就气氛就很好。我刚刚有讲错 ，Second Street 是二手，不是古着。那如果像那种不想剪掉就会被占。你们会不会故意剪这样？不会。最喜欢炒的就是二手跟古着，有时候一个小白根本也搞不懂这个。哇，我也没有很懂古着跟二手差异在哪里？二手就是没有品牌历史的衣服的二手，但古着要有品牌历史。古着就有一些讲究，一些考究了。它为什么这个做工，那品牌的那一些标的，所以价值差很多。然后最近翠就在站这个嘛，所以这就是我讲为什么我在讲搭配。如果你今天单纯用美的出发，没有想那么多。但是这是某个派系人不喜欢的东西，穿衣服就要讲究。但是我的论点一直是，当你到那个地位了，是你中间多少的学习，学习跟积累，对，积累出来的嘛。但你忘了，你15岁更不懂，一定是先从自己变帅开始。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学生，如果要开始入门穿搭，你觉得大概需要准备多少的预算？现在很多很便宜的淘宝货，我觉得很多学生都淘宝吧。Second Street 来台湾，我觉得不会是坏事，但要挖啦，它有些东西还是很贵。我觉得穿搭是个兴趣来看的话，还是要量力而为。你学生收入不高，就尽量还是价格考量嘛。就可能先从颜色的搭配开始，就版型或颜色啊，对。然后现在蛮多名人会做二手拍市集，那去挖挖宝嘛，这某方面都是一个选项。我反而觉得入门一开始先不要花太多钱，因为很容易失败。先尽量量力而为了。就是听说你们曾经年营业额破亿，但是同时这公司的现金流只剩下80万，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？其实做生意就是有一定的风险的，那你做错一些事情就会一直赔钱。Playme也度过这种危机，而且3次。哇，3次就是很多失败的政策或商品的选择，或很多造成。那个时候大概有哪些例如说错误的政策，好可以跟观众们分享一下。当初会叫 Plan 这个原因就是有朴素，我们本来也不是一种 KOL 为出发或是很外放的人，很强调大风格的那种状态。对，然后加上我们行销又很低调，这样某方面我们 touch 到的客人也都是比较开始想学的人，比较初阶一点，所以那就有其他的行销方法，所以我们用错的行销对我们的 TA， 这就会烧钱嘛。这样的话联动的商品政策也都不对，然后最后可能会有大量的库存，对，造成现金流上的困难。但当时还是能够破亿，所以表面上大家看你们是很成功的，这样吗？坊间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很成功，在学习我们，但是我觉得要三思啦。其实一个事业起来不止这些问题，还有很多管理上的问题嘛，这就是造成一些效能或是金钱的损失。这样子刚刚听起来，你对于台湾的这服饰业的发展是感到乐观的吗？我觉得是乐观的。我还是要讲，现在有快时尚或 Uniqlo， 还是要强调 Uniqlo 不是快时尚，它是基础搭配。认真讲 GU 比较像快时尚啊。我常常讲，就是我们是快时尚毕业的客人，早期我们没有快时尚，我反而压力更大。有这些卖场，客人更好进店，他们开始摸索，他可以自己拿一堆在更衣间，不用给店员看，自己看舒服。这些人总有一些人想要再往上一步嘛，而且有的时候穿搭是从一件衬衫，就今天我已经内部都运动搭完了，裤子有了之后就我想要稍微不一样，然后这个时候不一样就可能流到像是Playme这样的地方。对，所以我们在这一段要做得更好，就是这样基础打底，那我们中间做好，我们做承先启后，到往上高端 Beams、United Arrows、Invisible，很多很好的选货店嘛，我觉得这个金字塔就非常不错。
那很好奇 Playme 有接下来的目标吗？我觉得这个好难哦，我讲了很多次，内部也讲很多次，我很怕跳票。现在又要在节目讲，我觉得哇，跳票真的很麻烦。我很想要有内部创业啦，我们的精神是更多的风格。未来10年，我们有新生代的店长，他们已经更了解年轻人。如果他们能在开枝散叶的去做更多不同风格的选货店，我觉得会很有趣。有我们这种集团的 base 在做，成功率比较高。然后像我到那个年纪又更高了，会更大了，收入又更好。那认识我的人也都长大了，我可以去做比较高端的金字塔的中间，就Playme原本的靠管理来营运嘛，底层一点的去年轻人去发挥，我们这种老人就去做高端一点、生活步调慢一点的东西。好，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自己7个观众分享的呢？你身边的人如果开始有点不一样，给他一点肯定啊，今天蛮好看的，这样就好了，不要再多说了，不要再多说了。比方说你今天要干嘛？他们有想要穿这个东西，不是来给你评论的。对，不错，今天口红适合你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多给赞美啊！就算不好看也给个赞美，他自己会想办法摸索。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大家都是好事啦。OK， 好，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阿口的分享，这集呢就先到这边。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影片，也帮我把影片分享出去，或者点这个地方看看其他的相关影片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